老公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了。心机小三故意留下线索，让我发现他的存在。我不哭不闹，甚至连他们同居都睁只眼闭只眼。并非我大度，而是这男人太脏，我不想要了。而我想要的东西，唯有忍耐才能得到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人人都道我江月是个窝囊废，婚姻10几年，老公被人抢走不说，小三还是个为了所谓的爱情能豁出一切脸面的人。那天我照例准时去接小儿子放学，在小学门口，小三程菲菲手拿一副锦旗，正站在路边等我。与妆容精致、身穿名牌大衣、背着奢侈品包的她比起来，我这个家庭主妇灰头土脸，眼角眉梢都是岁月痕迹。高太太，我有个礼物想送给你，请停一停脚步，别走那么快呀！我下意识地拉紧儿子的手，快步流星想甩掉他。这个没有下限的女人，居然闹到我儿子的学校来，难道她没想过这将对孩子产生多大的影响吗？这幅锦旗最适合你这样的鸵鸟，真想颁个自欺欺人奖给你，让大家都知道你是个怎样虚伪的人。他在众人探寻的目光中展开锦旗，上面没有爱情才是小三几个烫金大字是如此刺眼，而他则满脸得意地指责我霸占他的爱人不肯放手，是个十足的可怜虫。就这样，程菲菲一路走一路叫骂着，细数这些年，高伟已经对我毫无感情了，甚至告诉我腰间的赘肉如何让高伟恶心，夫妻生活不和谐，不如放彼此一条生路的好。看着一旁满脸好奇的吃瓜群众，有人甚至已经拿出手机对准我们两个。我调集此生最多的涵养，才说服自己不要发作。可这一切在小三眼里却成了柔善可欺。一路走到家门口，程菲菲还打算跟我上电梯，被我喝止住了。你想跟我回家？那我报警，你私闯民宅了。她讪讪地收起锦旗，仍然一副趾高气昂的模样，嘟着猩红的嘴唇，眉眼满是轻蔑。别以为我就这么算了，你一天不离婚，我一天不升级为高太太，这事就没完，我还会来的。终于进了家，我锁好门，内心的防线险些轰然坍塌。儿子怯生生地问我，那个阿姨是谁？妈妈，她为什么跟着我们？为什么骂你？什么叫小三？我内心一阵酸楚。儿子才8岁，他怎么会懂人世间的险恶？又怎么会知道他的爸爸已经不爱我们了，甚至想放弃这个家？那个阿姨被疯狗咬了，得了狂犬病，所以才会满大街冲着陌生人乱叫。宝贝，别害怕呀！我宽慰着儿子，心却在滴血。这个风雨飘摇的家，还能不能成为儿女的避风港？妈妈，你别怕，以后我来保护你。在儿子小小的怀抱里，我感到万分温暖。早在半年前，我就发现了高伟出轨的事实，他居然恬不知耻地吃起了窝边草。对象是新招来的行政秘书程菲菲。起初，他只不过是换了香水，常常晚归，常常对着手机傻笑。而小三显然不是个省心的。渐渐的，对方开始故意留下线索，想让我发现些什么。你衬衣领子上怎么会有个唇印？哦，同事玩大冒险，故意印上去的。裤子口袋里的2张电影票是怎么回事？你和谁去看啊？和工商银行的郭行长。那天谈事，他说多出2张票，别浪费。每次的解释都冠冕堂皇，并且让人挑不出一点错。然而，女人的第六感总是很准。我表面不露声色，实际上早已猜到了1、2。对方一直宣战，我只是躲起来不敢应战而已。
结婚14年，我和高伟育有1儿1女，大女儿已经上寄宿初中了。看着一双可爱温柔的儿女，吃穿用度加上教育，正是要花钱的时候，我又能怎么办呢？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也曾悄悄跟踪过高伟。在一个他说要加班的深夜，在把儿子哄睡之后，我悄悄守在他们公司的地下停车场。然而，却看到足以让我死心的一幕。只见高伟搂着程菲菲的水蛇腰，两人有说有笑从电梯出来。高伟满脸堆笑，那表情和神色，我只在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见过。再后来，他们上了那辆当初我们夫妻俩一起挑的商务车，车子很快有节奏地摇动了起来。想象着此刻车厢内的旖旎，我的泪水无声滚落。这车是我喜欢的宝蓝色，里面还有我亲手缝制的靠垫。不知现在那个女人是不是正坐在靠垫上，使尽浑身解数，用身体取悦我的老公。然而，我不打算就此揭穿他们。烈烈寒风中，我转头打车回家，明知今晚老公不会回来了，可还是担心自己的行踪被发现。多可笑！出轨的不怕，捉奸的反而前怕狼后怕虎。然而，我并不是天生软弱，更不是要把好不容易蒸蒸日上的家和公司拱手让人，到头来让小三摘取胜利果实。一个计划逐步在我心中成型，程菲菲的小三地位逐渐稳固。高伟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，此外，他经常拨打电话来，骂我不要脸，骂我是人老珠黄的家庭主妇，不像他会赚钱，更会抓住男人的心。哈哈，想当年，高伟在我父亲的资助下开办了现在这家商贸公司，我们夫妻携手赚得了第1桶金。后来我怀了女儿，公婆当甩手掌柜，我只好独自在家把女儿带到3岁。等到可以重返职场时，高伟又想要个儿子。就这样，我们拥有了1双儿女。可高伟也安抚我，只要在家相夫教子，照管好孩子们，然后让他奋斗之余有热饭吃，有干净衬衣换，其他的放心交给他。然而，他就是这样让人放心的吗？我找到了真爱，她是个可爱的女人。我的生活重新焕发激情。如果你愿意离婚，我可以适当多分一些财产给你。你看，许是程菲菲逼得很了。在他们苟且1年后，高伟回家坦白了一切。他以为我会震惊，会崩溃，会痛哭流涕。然而，早已洞悉一切的我早有准备，只是默默地回答了一句：知道了，离婚是大事。你给点时间让我想想。高伟也许准备了很久，那些对于爱情的幻想，那些想要重新开始人生的慷慨陈词，瞬间像是鞭炮扔进水里，成了哑巴。百炼钢始终磨不过绕指柔。我轻飘飘一句话后，进房间守着儿子写作业了，只留下高伟讪讪地留在原地。震惊的人变成了他。从此之后，我很久都没有见过高伟回家了。对孩子们，我只能说爸爸忙，出差了，并不是我想就此放过这对狗男女，而是时机还未到。公司里有我的眼线，毕竟当初我也算是创办人之一，很多老员工是我亲自招聘的，那么多年了，他们对我感激依旧，也就成了天然的线人。程菲菲上位后，以为这波稳了，已经很久没来上班了。可是财务工资照发，那个贱人如今一副老板娘的做派，公然对技术部门颐指气使，还擅自做主开除了网络工程师主管，真是作死。根据前方消息，这个小三果然是个空有花架子的蠢货，毕竟当初就是个普通行政秘书，大专毕业的头脑，怎么跟金融学硕士的我相比？很快我知道事情的转折点要到了，
因为主力莫名被小三辞退，今年一季度公司亏损严重，欠了好几家供货商的款项，有供货商扬言要去告我们呢。程菲菲那天又来炫耀她新买的鳄鱼皮普拉达了，据说限量版，全国只有10只呢。呵呵，我心中一阵冷笑，拿出手机给起码3个月没消息的老公高伟发了条信息：女儿生日，晚上回来吃饭吧。好的，我6点准时回家。没想到对方居然秒回，我放下电话，张罗了满满一桌他最爱吃的菜。下班时间，高伟准时进了家门，孩子们开心得一塌糊涂，纷纷挂在爸爸身上撒娇，场面非常温馨。高伟满脸慈祥，给每个人都带了礼物，还特意帮我挑选了一支口红，不知是为了求和还是道歉。然而我冷眼旁观，他满是胡茬的脸浮肿不少，啤酒肚出来了，发际线严重后退。看来小三常常点外卖打发1日3餐。此外，衬衣皱皱巴巴，西裤的裤缝都歪到他姥姥家了，那么狼狈，爱情的滋味不是那么好尝的吧？酒足饭饱，高伟把一张支票递给我，上面写着20万。好久没顾得上家，我也忙，你看这点钱你拿着，给自己和孩子添点东西。我瞥了他一眼，没有收下支票。20万不过是2个孩子1年的学费，还能添什么东西？连偿还因为他们上学借的债还不够。我没说假话，高伟出轨2年不到，我只好借钱来解决孩子的学费问题，日子过得很苦，可从未找过他。高伟满脸内疚，他立刻拿出一张金卡，告诉我里面有100万元，孩子以后的教育应该是足够了。这回我心满意足地收下了。公司最近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我假装关心起公司的状况，毕竟那也是我曾经的心血。果不其然，高伟开始叹气，然后话匣子打开，就再也关不上了。被人起诉可是个麻烦事，要是对方申请强制执行，不但颜面扫地，公司也有可能被查封。我悄悄观察高伟反应，他点燃一支烟，此时此刻不知心里怎么骂程菲菲呢？毕竟一个勤俭持家，一个败家。有钱的时候，男人自然选年轻漂亮有激情，可患难还得看真夫妻。不如这样吧，为了帮你，我们先离婚，把资金和房产过户到我和孩子们名下，等这场风波过去了，资金链完整了，咱们再复婚，到时候什么都不损失。高伟显然犹豫了，这些年家里赚了些钱，小三不来搅和的时候，我们有8套房子，原本日子是很好过的。难道你还怀疑我们一家人？那怀疑我可以，孩子们总是你亲生的吧？我假装悲痛，抹了抹眼泪。果然，高伟急着解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毕竟人活一世，最终不都是孩子的吗？事不宜迟，我们第2天就到民政局办了手续。离婚协议书上写明，8套房产全部归我所有，而我们也说好，等危机解除，他就回家，我们继续好好过日子。老婆，现在我才知道还是你好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外面的莺莺燕燕我会尽快断掉，给你和孩子们一个完整的家。我表面上说着相信他，实际上心中早有打算。高伟转身回了公司，据眼线汇报，他当即开除了程菲菲。小三也不是等闲之辈，跑到公司大吵大闹，甚至扬言要跳楼，连消防都惊动了。高伟被搞得焦头烂额，直呼小三是神经病。1个月后，当高伟卖掉一部分公司股份，终于填上了公司的亏空，他跑回家，打算和我复婚，还想商量着把房子卖掉2套还债。而那时，我和孩子们已经卖掉所有房产，
移民海外。听说高伟面对空无一人的房子，像饿狼一样咆哮了10分钟之久，声音低沉悲痛，像是输了全世界。在玄关处，我将一张纸条留在显眼位置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：不是所有浪子回头，受伤害的人都有义务站在原地等他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